战印看了3遍后，默默地把所有资料按原样整理好，塞回了文件袋里，然后递还给苏少主，并向苏少主道了谢。我是没想到姓叶的那个被他们利用了。战印低冷地道，我姐觉得不对劲，跟我说了一嘴，我才起疑心，的确是不对劲。他以前是不想让周红林来见洋洋的，现在却陪着周红林过来，还想哄着洋洋。他们都是怀疑着宁总夫妻俩，怀疑是战印得罪过的人，就是没想到叶佳妮会被利用了。周家又是洋洋的血亲，他们来亲近洋洋，不会让人起疑心。他们想报复的人并非是战少你，而是你太太。但你安排人保护了你太太，你太太本身也会功夫呀。碍于你的身份地位，他们并不敢光明正大的报复你太太，才会想到利用她的外甥。据我所知，你太太的外甥可以说是他一手带大的，姨甥感情极好，他外甥若是落入对方的手里，让你太太单独过去见他们，这你太太肯定会照做的。苏少主弄清楚了来龙去脉后，都不得不说对方心机还是有的呀。他们想过利用你太太的老家人，可能觉得他们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吧，才会想到利用叶佳妮。海童的老家人也就是极品，在稍微有点势力的人面前什么也做不了。像他们就想过要整一个假的海童出来，取代海童成为战家大少奶奶，结果漏洞百出，被海童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又被战印破坏了。现在那个整容的海小珍被整成跟他大堂姐一模一样，他的大堂姐夫就认错人了，闹出很大的乌龙，也成功的让姐妹俩反目成仇。那海小珍还得重新去整容。总之啊，海家人是成不了气候的，也利用不来，那太会办事了。这些人的资料明天我就会交给警方，抓捕是他们的事，只是这些人很狡猾，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抓捕得了。总之吧，战少你们小心点就是。苏少主没有把资料给战印带走，一是不安全，二是要交给警方，毕竟都是当年那个黑大佬的手下，个个都犯了法的。谢谢少主的提醒，我们会小心的哈。战印向苏少主道谢。苏少主笑道，也不用太紧张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们真出事的。近期他们肯定还会动手一次吧，我猜测他们会选择5·1假期，法定假日都放假，大家喜欢出门游玩，人多也适合他们动手后逃跑。你们按照你们的原计划去做就行，在你们后面或许也有他们的人盯着，但在他们的人后面却是我的人。有苏少主这句话，战印放心不少。他再三向苏少主道谢，战少，咱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啊，不用跟我那么客气，你和南帝是好友，跟我也算是朋友了。苏南笑道，战印，你应该谢谢我吧，都是我让我哥帮你的。谢谢。苏南笑，就2个字呀，不给点实际一点的，例如我的婚假再多给我1个月。战印说你的婚假都给你准备了2个月还不够啊？你这是结一次婚准备连班都不上了吗？才2个月，给到3个月吗？要不那给我2个半月也成。战印一脸无奈，要不要给你半年？要呀要呀，那就半年了吧。苏少主笑道，我看你是想连产假都休上了。战少，不用管他，就给他2个月的婚假，多1天都不用再给。2个月婚假后，那他不回公司上班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把他押回去。哥，我才是你的弟弟呢，亲弟弟都没情面讲，更何况你只是我的堂弟。苏南哥的大腿抱着都不香了，他也就是开玩笑的，婚假要2个月够了。毕竟啊，沈小军和海童他们合伙投资的项目也在火热进行中，那沈小军惦记着投资成功，能赚大钱呢。苏少主喝完了酒杯里的酒水后，对战印说道，战少啊，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战印站起来，再次向苏少主道谢，然后在苏南的陪同下呢，走出主屋。那数分钟后，战印的专车队驶出了苏家大宅。夜色越来越深啊，经过最黑暗的时刻，便迎来了光明。朝阳东升，又是新的一天开始啦。
海童今天不开店门，他便早早去了姐姐的早餐店帮忙。到了任你时，看到外甥躺在2张椅子拼成的小床上睡着，海童心疼地对姐姐说道：“姐，要不你和洋洋还是搬到我那里去住，那样你早起时洋洋还能继续睡，就不用跟着你一起熬。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睡眠不足有影响的。”海玲在熬着汤底，她每天早上过来就是先用提前买好的骨头熬好汤底。我这样早起住到你那里去也会吵到你们休息，我跟洋洋商量一下，看看洋洋愿不愿意住到你那里去，那我就不过去住了。他每天都要早早起来，那起来后多少都会制造出一点响动啊，吵到妹妹夫妻俩，他会过意不去。特别是战印，工作那么忙，睡眠时间都不充足的。彤彤，你吃什么？汤面还是汤饭？海玲准备给自己煮碗早餐吃了，问着妹妹要吃什么。你这么早过来，战印知道的吗？哇，今天他们都不用上班吧？哎，不用上班，你应该多陪陪他。我要猪杂汤面，放点香菜。知道战印不吃猪杂，也不吃香菜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猪杂面了。海童是在帮姐姐包着云吞，现在大街上已经有行人了，很快就会有人来吃早餐。今天有很多大公司会休息，只有那些小工厂，因为订单多，这工人们赶着生产，周末都不能休息。任你时的汤底熬得好喝，各类小吃食也很好吃。虽说开业的时间并不长，已经有很多的熟客和回头客了，就连这条街道的其他店主也喜欢来任你时吃早餐，引来其他早餐店的嫉妒恨，却不敢来任你时闹事，因为多了巡街的保安。他们也留意过，但凡来任你时找茬的人，都讨不到好处。除了嫉妒还是嫉妒了。好啊，妹妹要吃猪杂汤面，海玲也就煮了2碗的猪杂汤面。她不喜欢香菜，所以只有妹妹那碗才放了香菜。面好了，海玲招呼着妹妹过来端煮好的面条。海童呢，停止手上的活去洗了手，才过去端了自己的那碗面条啊。姐妹俩在一张桌子前坐下，海童习惯性的拿出手机，准备一边刷新闻，然后一边吃面条。吃就吃，看什么手机，把手机收起来。海玲不让他这样边吃边看手机，我就随便看看。海童嘴上说着话，还是老实的把手机揣回了裤兜里。以后吃饭都不允许边吃边看手机。知道了。在姐姐面前，海童强硬不起来。再者，边吃饭边看手机，的确是个坏习惯。姐，你今晚真的不跟我去参加宴会？不去。姐，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世面的呀。海玲慢慢的吃着面条，刚煮好的，很烫。我现在不需要见世面，未达到那个层次吧。你不一样，你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就要适应他们那个圈子。海童劝不了姐姐跟着去参加宴会，只能放弃。大姨说要带着姐姐去呢，姐姐都不去呢。姐，你的车什么时候可以提车啊？昨天下午，海玲买了一辆不足10万元的车，商小飞要她挑辆贵一点的车子，她拒绝了。她买的是50宏光，过几天就可以提车了哈。在姐妹俩边吃早餐边聊天时，陆东明来了。他竟然来得比海童的2名工人还早。他进来后，2名工人才前后到的。陆总这么早啊？海玲放下了筷子，起身迎向陆东明，笑道：“这陆总今天不休息啊？”哎，那吃什么呀？陆东明看到海童在，先朝海童点点头，见到海玲的汤面条都还没有吃完，说道：“海玲，你先吃完你的早餐，我今天休息老样子吧。”海玲确实先给他煮早餐。陆东明走过去，在海童旁边的桌子前坐下来，问海童：“战印没有跟着来啊？难得休息，让他多睡会儿。”海童在休息天看到陆东明还来姐姐的早餐店吃早餐，总觉得他没有看走眼，但是陆东明又不承认。
陆总不用上班，那也来我姐这里吃早餐吗？陆东明很自然地答道。习惯了。海童张张嘴，无从反驳。哎，洋洋还没有醒。那陆东明又看向了洋洋。还在睡呢。陆东明不说话了。他和海童没有多少话题，而有海童在场，陆东明和海玲呢也不好多说什么。海玲给他煮好了早餐后，陆陆续续有客人进来吃早餐，不过都是吃蒸饺的，店员会拿给他们，不用海玲这个老板亲自动手了，他才能坐回原位上继续着吃面条。陆四哥啊，一声陆四哥让陆东明的食欲都受到影响。海玲姐妹俩则望向了推开玻璃门走进来的美艳女子。海童不认识于茵茵，海玲是见过于茵茵的相片，看着进来的于茵茵，觉得她比相片上更加的好看。与陆东明很般配。于小姐要吃早餐吗？海玲放下筷子，再次起身迎客。于茵茵的视线从陆东明身上收回来，落在海玲的身上。她在暗中看过海玲好几次了，面对面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打量着海玲。于茵茵觉得海玲是个很漂亮的少妇。听说你这里的早餐挺好吃的，那就按陆四哥那样的给我来一份吧，谢谢。于茵茵走到陆东明的桌子前，先把自己挽着的限量版的包包放在一旁，然后抽了几张纸巾擦拭过凳子，才坐下来。见海童看着他，他微笑地和海童打招呼：“战大少奶奶，早啦。”早。海童不知道对方是谁，但人家认出了他的身份，还向他问好，总要回应的。听姐姐刚才称呼这位美女于小姐，姐姐是什么时候认识她的呀？跟着商太太参加过了数次宴会，见过了不少贵妇人、千金小姐。海童看人的眼光得到提升，一看于茵茵就知道她是个真正的豪门千金，举手投足都散发着贵气。战大少奶奶，我姓于，于茵茵。于茵茵自我介绍：“于小姐好。”于茵茵笑了笑，便没有再和海童说话。她是一直想结交海童这个大少奶奶，但她和海童还不熟悉，在这个场合下打声招呼，自我介绍一下，让海童记住她的名字就足够了。以后呢，多的是机会打交道。陆东明问他：“你怎么会来这里？现在才几点呀？不过是7点。”于茵茵居然跟到这里来，他是盯着他吗？他还没有搬回家里住，依旧赖在站印的别墅里的。按理说于茵茵不可能知道他的行踪，除非是他早就知道他常来海玲这里吃早餐，在这附近守株待兔。那陆东明还真猜中了。不过呢，不是于茵茵让人在这里守株待兔，是他亲妈陆太太让人在这附近守株待兔。发现了陆东明过来后，马上通知陆太太，就陆太太再让于茵茵过来。那于茵茵又是很自律的人，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晨跑锻炼身体。陆太太又是带着她住在陆东明名下的一栋房子里，离陆氏集团不远，她过来不仅空易，还能快速。陆四哥来这里，我就来了。于茵茵偏头看着他，答得理所当然的。陆东明，你不嫌弃就行啊。陆四哥都吃得下，我嫌弃什么？陆四哥忘记了，我当年是从基层做起的。他刚进公司的时候是最基层的员工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老板的千金。他干着最杂最累的活儿，领着最少的工资，衣食住行都是和普通的打工一族一样。在他还没有爬起来时，他回家都要偷偷摸摸的，怕被别人发现他其实是老板千金。平时他在外面租住便宜的房子，或者和别人合租稍微好一点的房子。陆东明呢，哦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起来的。我妈可能跟我说过吧，我没有放在心上。她和于茵茵在儿时是见过面，但她真没有把这个人放在心上。要不是于茵茵现在来了管城，两个人路上打个照面，陆东明都不知道她是母亲闺蜜的女儿。那于茵茵也不生气，
他和陆东明是早就认识，却来往甚少，可以说没有怎么相处过。他完全不了解他的过去，很正常。于小姐，你的早餐。海玲帮于茵茵煮好早餐后送过来，放在了于茵茵的面前，笑着对于茵茵说道：“于小姐，慢慢吃。”于茵茵回以微笑。海玲回到她的位置上坐下来。姐，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？海童小声问着姐姐。陆太太那天路过，进来坐了坐，跟我闲聊的时候告诉我，想撮合于小姐和陆总，还给我看过于小姐的相片，我就认出了于小姐。海玲也是很小声地回答着妹妹，又小声说道：“你看他们俩很般配吧？于小姐给人的感觉也很舒服，没有那种豪门千金的高高在上。”海童深深地看了姐姐一眼，然后低头吃面，再小声说道：“是般配。大姨说过陆太太很不好相处，战印也说过，陆太太既然有了儿媳妇的人选，再撮合着于小姐和陆东明也好，免得她姐被卷进去。”妈妈。洋洋醒来，她坐起来，习惯性地叫了妈妈一声。海童刚好吃完汤面条，他对姐姐说道：“我去给洋洋煮早餐。姐，你抓紧时间把你的早餐吃完，等会儿就越来越忙了。”说着呢，他走过去抱起了小外甥。小姨。刚睡醒的洋洋还有点迷糊，他搂抱着海童的脖子，头靠在海童的肩膀上，软软的对海童说道：“小姨，我要尿尿。”海童抱着他进了洗手间。从洗手间里出来，洋洋就是自己走路的了。见到陆东明，礼貌地叫了一声陆叔叔。他没有见过于茵茵，叫完了陆叔叔后，看着于茵茵乌溜溜的大眼睛闪呀闪的，最终他还是礼貌地开口：“姐姐好啊。”于茵茵笑着伸出手摸了摸他的头：“这是洋洋吧？”“真可爱。我姓于，是你陆叔叔的朋友。”“于姐姐好。”洋洋又叫了一声，然后他就有点害羞一样，赶紧躲到了海玲的身边。海玲把他抱了起来，让他坐在自己的怀里。“洋洋，你想吃什么呀？”“小姨给你煮。”洋洋做出一副思考的样子，想了想后软萌的应着：“粥粥。”海童问姐姐：“姐，有粥吗？”“有的。”洋洋早餐几乎都是吃粥，我呢每天都会熬一锅粥，有时候有些客人呢也会吃粥。海童洗干净一只小锅，说道：“那我给洋洋煮碗瘦肉粥吧。”海玲吃完了，她把儿子放坐在海童刚才坐的位置，然后收拾好碗筷，对儿子说道：“洋洋，坐在这里别乱跑，等会儿小姨就煮好粥了。有客人来了，妈妈先做事。”“好。”洋洋乖巧地应着。7点多，上班高峰期，很多周末都不能休息的工人，那陆陆续续进来吃早餐。海玲是越来越忙啊。海童给外甥煮好了粥，见洋洋自己能吃，他便帮着姐姐的忙啊。那陆东明和于茵茵俩吃饱喝足后一起离开的。陆东明其实想留下来，碍于于茵茵在场，他最终是和于茵茵一起离开。海玲压根儿就没有留意他什么时候走，他忙得不可开交，这边忙得热火朝天，那边的战印醒来，像往常那样眼睛都还没有睁开，就先侧身长臂一伸，想搂抱娇妻，结果抱了个空，他这才睁开眼。海童果然不在房里了。再看外面的天色啊，太阳都升得老高。战印就转过身来，从自己这边的床头柜拿过手机一看时间，9点了。他猛地坐起来。就算是周末，他也没有试过睡到这么晚才起床的。昨晚可能是回来的晚了点儿，用了最短的时间洗漱，然后换上了一身便服，还刻意选了海童买给他的衣服穿。拉开房门时，看到梁姨抱着一只猫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听到开门声，梁姨扭头看他，随即站起来含笑的道：“大少爷醒了，要吃早餐吗？都9点多了。”
战印边走出来边咕哝啊，9点多也要吃点东西啊。大少奶奶出门前交代过的，大少爷起来了就要让大少爷吃早餐。你们大少奶奶呢？她什么时候起来，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战印有点不爽啊。周末休息在家，老婆却早早就跑了，也不等他醒来，也不陪他用餐。哎，感觉被老婆冷落了。梁姨还没有回答，门就被推开。哎，是海童回来了。战印，你起来了。海童边进屋边和老公打招呼，随即关上了门。战印没有回应他，俊脸绷着，扭身就走回房间去。他大清早就撇下他出去了，回来后一进门像以前那样叫他的名字，不叫他老公。本就觉得老婆抛下他而心生不爽的战印，更加不爽，才会扭身回房里去。使小性子啦。海童一开始还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他看到战印转身就回房间，还愣了愣，然后走过来问着梁姨：“梁姨，你们大少爷怎么了？哎，谁惹他生气啊？”梁姨扭头看看房门口，见大少爷砰地关上了房门，他有点好笑地对海童说道：“大少爷生大少奶奶的气呢？”我，海童不解的道：“我早早就走了，并没有得罪他呀。”梁姨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怎么得罪他了？你们大少爷啊，最是小气的了，我都怕他生气。最后面那句话，海童声音压得低低的，生怕战印听到这更加的生气。就他是真的挺怕这个男人莫名其妙的就生气。以前夫妻俩冷战都是因为他突然就生气，让他一时摸不着头脑，然后矛盾就越闹越深，那最终进入冷战期。从知道他身份，夫妻俩和好如初后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小心眼儿，是小性子的了。嘘，别让战印知道他说他是小性子。有时候海童觉得他该和战印调换一下位置。通常来说都是女人喜欢使一下小性子，他和战印却是他喜欢使小性子。哎，真的，就别看他成熟稳重、俊美非凡的，在爱情的世界里，他真的是他见过最爱生气的男人。梁姨放开了那只猫，那只猫却蹲在海童的脚边不走。海童弯下腰抱起了那只猫。大少奶奶啊，你先去哄哄大少爷吧。大少爷刚醒来，还没有吃东西的。梁姨对于自家大少爷突然就是小性子也很无奈，要不是他过来工作，他都不知道大少爷还会有如此小气的一面。海童边摸着猫边问着梁姨：“梁姨，你得让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才好哄他呀，我真没做什么。”梁姨小声说道：“我估计大少爷是气你早早就出去了，周末啊，大少爷休息在家，他是希望这大少奶奶陪陪他的。海童，我就是去帮我姐的忙了，虽说是周末，很多工厂没有休息天，依旧要上班的，所以我姐的早餐店还是很忙。我是早早就出去了，但我也早早就回来了呀。现在都还不到10点我就回来了。”他哪想到战印会因为样一件小事就是小性子了，那梁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进去哄哄他吧。深知自家男人是什么德行的海童，无奈地抱着猫走向房间。等他推门进去后，梁姨才想起来，想提醒他不要抱着猫进房间，都来不及了。梁姨估计呢，大少爷可能会更加的不爽。大少奶奶抱着猫进他的房间，战印站在窗前，背对着房门口，听到开门声，他也没有转过身来。海童走过去，站在他的身边，与他一起看了看窗外，问他：“看什么呀？”战印偏头看他，见他居然抱着一只猫，他蹙眉，霍地转身，大步地离开窗前。老公。就海童跟着他走。我起来的时候，你还在睡。我想着你平时工作忙，周末就由着你睡个懒觉，所以呢，没有叫醒你，我也没有去那里，就是去帮我姐的忙了。猜到你应该醒来了，我就赶紧回来。我姐的早餐店都还忙着呢。担心你醒来看不到我，我都赶回来。海童边走边解释。
战印停下来，转身，黑眸锁着他的面容，问他：海童，你爱我吗？他好久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了，就一般都是亲热的叫他彤彤的。海童在心里腹诽一句，不会因为这件小事情又要跟他闹吧？嘴上却回应得很快：哎呀，我爱你，战印，我爱你。听他回答的这么快，战印的脸色和缓了些，但还是绷着脸的。他用着有点委屈的口吻说：你真爱我吗？真的爱，我不记得我讨厌多毛的小动物。就你还抱着它进我的房间。他低头一看，啊了一声，不好意思地说道：战印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这小东西的存在，我马上抱它出去。你放心，它一直在我的怀里，就算掉了毛，也是在我身上，不会掉在房间里的。说着，他赶紧抱着布偶猫出去了。这么漂亮可爱的猫呢，他不喜欢。连他抱着猫进了他的房间，他都要质疑他对他的爱是否真心。海童抱着布偶猫出去后，把猫放在地上，起身对梁姨说道：梁姨，你刚才怎么不提醒我？我还抱着猫。你们大少爷龟毛得很，本就是小性子了，因为我抱着猫进去，还质疑我对他的爱真不真了。奶奶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好想他老人家啊。海童万分怀念老太太在这里住着的日子。梁姨说道：我反应过来想提醒大少奶奶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，大少奶奶都推门进去了。海童再次叹口气：我去洗洗手吧。他用消毒水洗了2遍双手，又回到以前他住的那间房，从衣柜里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，换过了衣服，他才重新回到主卧。老公，我洗手了，用消毒水洗了2次的，衣服也换了，保证身上没有猫毛。海童走到战印的身后，边说着边伸手自背后环上他的腰肢。老公，对不起嘛，我刚才是真的忘记了，我还抱着猫咪。其实它们真的很可爱的，它们还是你送给我养的呢。你送的我都很宝贝的。你说我送你一把草，你都会当成宝，同样的，你送给我的，就不管是什么，我都宝贝得很。战印没有转过身来，由着他搂抱着他的腰肢。他说：我醒来看不到你。问梁姨，梁姨说你早早就出去了。我感觉被你抛下了。你从外面回来，进门又叫我的名字，不叫我老公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补上了哈，别生气了呀。海童连叫他好几声老公。你经常半夜3更跑出去，我也不知道你出去做什么。按你的说法，我都不知道被你抛下了多少次呢。我可是一次都没有和你生气，也不质疑你对我的爱是否真的。战印，你说我小气？海童松开了搂着他的手，转到了他的面前，抬手就捏了捏他的脸，笑嘻嘻地道：你敢说你不小气啊？你总是这样，只想到你的感受。当你做着同样的事，却不会考虑我的感受。我哪一次和你计较了？哪一次闹矛盾？冷战不是因为你的脾气原因。我半夜3更出去，有时候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我知道呀，所以我不和你计较，也不生气，更不会质问你。战印默了默，与他一对比，他还真是小鸡肚肠呀。我早早出门，只是过去帮我姐的忙，也不是做对不起你的事。回来后也跟你说实话，老公，你说我这样做真的错了吗？海童美眸灼灼的就看着他，他敢说他错了，他就让他睡半年的书房。战印呢就不敢说他错。他帮姐姐的忙呀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大姨姐的早餐店一般要临近中午才会关门，他到家时是9点多，等于是9点左右就回来。回来也解释了原因。他真不敢说他有错。你没错。战印把他搂入怀里，彤彤，我就是希望以后每天醒来，睁开眼能看到你，那样我会觉得很幸福，也很满足。我也希望那样呢，但你能做到吗？战印哑口无言。海童在他怀里闷笑：你都做不到，我自然也做不到。别说我们都有要做的事情，就算咱们以后退休，
也不能保证天天醒来睁开眼就看到对方的，就总有人先醒来，有人后面才醒的吧。战印知道是他无理取闹了。梁姨说：“你还没有吃东西，饿了吧？走，出去吃，我陪着你。”海童博得他无话可说，也知道他是无理取闹后，没有再在这个话题纠缠下去，主动的换了话题，避免纠缠下去又会夫妻翻脸。战印嗯了一声，随即松开了怀里的娇妻。海童拉着他出去了。那梁姨早就把战印的早餐摆在了餐桌上。大少爷是爱使小性子，不过在大少奶奶面前，大少爷永远都只有低头妥协的份儿。梁姨一点也不担心自己做的早餐会被浪费掉。你怎么不带洋洋过来？战印有老婆陪着用早餐，心情好转，不再绷着那张寒冰脸，问起小家伙来。我姐说今天会早关门，留洋洋在店里玩，她一会儿就带洋洋回家。战老公，我们把洋洋接过来住吧，那样我姐也能轻松点，洋洋也能睡得安稳。战印说道：“我完全没有意见，你知道的，我很喜欢洋洋这个外甥。洋洋老是跟着母亲早早起来，的确是睡得不好。那么小的孩子睡得不好，影响他的成长。姐同意吗？我本来是想叫姐和洋洋都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的，我姐不肯，以前不肯，现在也不肯。我姐就是这样，她总担心她会影响到我们夫妻俩。她不搬过来，那只能带洋洋了。”战印说道：“姐本来就是个独立性强的女人，只是被几年的婚姻困住了而已。她不会想着跟我们住的。从一开始，大姨姐就拒绝搬过来一起住。现在更不会，也一再的呢拒绝她夫妻俩在物质上的帮扶。海玲觉得她自己还有点钱，就现在生意又好，能赚钱呢，她不必妹妹夫妻俩在物质上帮扶她。对了，陆总也是早早就去了我姐的店里吃早餐，他真让我看不透，说他喜欢我姐吧，他又死不承认，一口咬死了他只喜欢洋洋才会天天过去的，说他不喜欢我姐吧，我姐但凡有点什么事，他都很热心的帮忙，甚至跑得比我这个当妹妹的还要快。战印说道：“他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吧，你不也不赞成姐和他在一起吗？”就陆太太不好相处，我是觉得陆总很不错的，但你说陆太太不好相处，我才不想让我姐再受婆婆的气。海童和商太太一样，都欣赏陆东明这个人，但要是让海玲嫁给陆东明，两个人又觉得不合适，不想让海玲再受婆婆的气。周母那样的婆婆都难缠得很，豪门里的婆婆只会更加的难缠。海童再一次感叹自己的得天独厚，嫁的男人虽然有时候爱使小性子，对她却是极好的，绝不可能家暴她，也不用担心她会出轨。主要是她的原生家庭很好，像战家那样开明又有包容心的婆家，在豪门里那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。想到当初老太太对她说，她就过她老人家的命，绝对不会介绍不好的孙子给他的。其实他老人家每一个孙子都很好，战印是老大，这老人家优秀考虑罢了。陆太太已经帮陆总想好了妻子人选，是于茵茵小姐，年轻漂亮，又显得精明干练，一看就知道是九婚迹象的人，举手投足间散发出来的自信以及贵气，说明她出身非富即贵，能让陆太太相中，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我知道，战印边吃边说道，就因为陆太太给东明选好了妻子人选，又极力撮合，东明才会厚着脸皮赖住在我们家里。他只是不知道女方姓甚名谁而已，也不必去知道，又不是他的妻子人选。他只要知道他家海童的就行了，就是于小姐啊，我以为换了一个人呢。陆太太眼高于顶，虽着急东明的婚事，绝不会允许东明低就或者将就的。她像儿媳妇，就像给太子选妃一样，咱们管城那些千金小姐啊，能被陆太太相中的都没有几个。
这陆太太相中门庭的人家没有世嫁的女儿，有世嫁女儿的人家，陆太太又看不上。陆家在管城同属于顶流级的豪门，陆东明又有本事，他自己都身家100亿。等到他爸百年归天分家产时，陆东明还能从家族里分到一大笔的遗产，身家只会涨不会跌。那陆太太替他相看妻子人选，自然是要求很高。战印想他们战家没有女儿，若是他有个妹妹，陆太太第一个考虑的必定是他的妹妹。我姐说，陆太太有一天路过那里，进她的店里闲聊，让我姐看过于小姐的相片、老公。我听着总觉得陆太太是刻意的，她是想让我姐知难而退吧。战印就想都不想就说道，绝对是刻意的。就陆太太那种高傲的人，就算路过看到姐，也不可能走进去闲聊的呀。在商太太为了2个外甥女办宴会时，在宴会上陆太太都不怎么搭理海玲，除了那次之后，2个人又没有再次交集。那陆太太怎么可能会路过就进去和海玲闲聊？陆太太会不会把我姐的店砸了，然后甩出一张500万的支票，叫我姐拿着支票离开，永远不能见陆总。端起一杯牛奶正在喝着的战印，听到海童这句话，一下子就被牛奶呛着了，呛得他止渴，忙下了那杯牛奶。海童想帮他拍拍背，他抬手阻止了，他很快就止住了咳，笑道：童童，你想多了，这种礼的桥段不会发生的。如果没有咱们的话，你姐又真的肖响东明，陆太太只会让人砸了你姐的店，然后强硬的把你姐赶走，一会钱都不会给你姐的。战印继续说道，不过有咱们在，陆太太不会那样做的。我和东明是好友，你是我老婆，是我战家的大少奶奶，陆太太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，更何况你们还有大姨在。就算姐真的喜欢东明，陆太太顶多就是找你姐谈话，会直接告诉你姐，她不会接受你姐这样的儿媳妇。